小张哥，早啊！早。不只是复印机啊，办公室里面只要他用得着的东西，他都会去想办法弄到懂为止，并且每天比其他人提前1个小时上班，晚2个小时下班。看不懂的专业术语，他也都会去问到懂，并且每次给他的工作全能按时完成，太厉害了。哎，他的毅力啊，还真是惊人。刚开始我也不赞成他来办公室工作，可现在呢，我都要对他刮目相看了。哎，你说他这么年轻，然后又刚来咱们公司，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这么多技巧，哎，这个人一定要好好培养，我觉得太厉害了。哎，弄好了没有啊？要开会了。哦，快好了。动作真慢，记得把这份报告需要的相关数据全部找出来，明天放我桌上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可真够狠的啊！自己该做的事儿全让他给包了。你懂什么呀？合理的要求叫训练，不合理的叫磨练。他应该感谢我给他这次机会。走。进不了办公室就算，最起码我要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百胜。开会用的资料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这是今年上半年的营销计划与实际销售的分析。那去年同时期的呢？特助没吩咐，况且我们的新卖场开业也还不到1年。远帆就一家卖场吗？你们谁不是从别的卖场调过来的？身为营销企划人员，本来就应该留意各种相关数据，好进行分析比对。这还要我提醒吗？等你们资料准备齐全了，我们再开会。特助，我准备了。我想那些数据是相关的，或许用得到，所以顺手就印出来了。现在就在我的办公桌上，我现在就去拿。不好意思。如果你们以为自己有张大学文凭，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就自以为了不起，那今天就算是个警惕。跟于飞好好的学习，永远知道自己不足，知道更加的努力。夏秘书啊，谢谢你啊，能让我们外科得到补助。坦白说，一开始我还不抱什么希望呢。陈医师，你太客气了。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宗旨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看过你的书面资料，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仪器。夏雨阳，我问你，其他科或多或少都获得你们基金会的补助，为什么就独独心脏外科没有？夏秘书他没事，你忙你的。等款项拨下来，我再通知你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进别人办公室，你没有敲门，你爸妈没教你什么是礼貌吗？你是故意冲着我来的，是不是？我说不是，你信吗？你承认了，你公报私仇。更清楚的说是以牙还牙。坦白说，基金会要补助谁，补助多少，本来就是由我决定的。我这么做，没有人会说什么。你自己也是从心脏外科出来的，就因为我们的私人恩怨，你这样搞，你不觉得对不起其他人？周总医师，你这么说话，你不觉得不好意思吗？到底是谁向来狐假虎威、仗势欺人的？是你，我不过是东施效颦而已。我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你对我说过，要学别人发脾气之前，请先掂掂自己的分量。这句话我可是铭记在心。现在换回我回敬你，做人不但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，更要识时务，不要闯了祸才来跳脚，怪别人对你薄情寡义。
你给我记住。叶林，刚刚周启瑞来我办公室跳脚，他很好啊，你一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吧？他是很生气，不过我只是担心他会将今天的事情向杨董事长报告。放心，爷爷那儿有我挡着呢，不会有事的。接下来他的日子应该不会好过了，别说总医师的职位他不保，就连副院长的千金都会弃他而去的。他再有什么动作，随时打给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拜拜。叶林跟我谈得来，相反也能沟通。跟我结婚的人要是他，那该有多好。都多少天了，连个短信都没有。进来。特助，你找我啊？工作了一阵子，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吗？大概懂。虽然我不会说那些漂亮的词句，或者是专业的术语把它表达出来，但是我知道，就是把卖场的东西怎么包装好，推销出去。不要看表面上很简单，但其中却太有文章。谢谢特助可以给我这次机会。以前我来做这份工作，一半是因为我妈，另一半是因为宇阳。但是现在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，而且我觉得它充满了挑战性，我每天都期待着来上班呢。但叶玲说，我对你太严厉，你觉得呢？哎，怎么会呢？违心之论。我是说真的，真的，因为我把特助的话当成是月亮，那么皎洁明亮，给人以向上的力量。你这形容的跟你写的报告一样，词义不通，拿回去修，修到能让人看懂为止。请特助放心，一定修到可以编入小学课本为止。你去忙吧。学长，瑞士那边有回应了，确定由我们公司取得代理权，代理他们的产品进入国内。太好了，把东西准备好，我们尽快去瑞士跟他们签约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我们多带一个人好了，有很多细节要谈，就我们2个人怕忙不过来。学长，那带于飞去怎么样？让他也磨练磨练。就让他在旁边帮忙整理数据就可以了。与其带一个有经验但没有心的人，倒不如带一个肯学习的人。学长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学长，你就给他个机会嘛，我相信他可以的。小飞，你去哪儿出差啊？瑞士，瑞士好啊！我跟你讲，瑞士那个巧克力很有名的。哇，小飞舅舅对你刮目相看，这么快干这么大的成绩出来啊！你知道吗？舅舅连北京都没去过，你就冲出亚洲了。舅舅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小飞，就你跟特助2个人去啊，我觉得不太妥吧？
妈，你小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特助的助理小谢哥他会一起去的，我只是帮忙跑跑腿、整理整理资料什么的。是小谢哥他见我勤快，所以才帮我争取的。听到了吧，姐？我跟你说，你妈现在啊，有点像那个刘小慧，老想些奇怪的事。干什么？我也没说错，你本来就杞人忧天嘛。什么杞人忧天呀？他们各自都要嫁娶的人了，避点嫌总是应该的吧？啊，听着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原来我们那个大明星龙哥就爱吃那个瑞士巧克力，很好吃的啊！你不用帮我带，我就说说而已了。工作。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我啊，出去散散心也好。我不在，你一个人会很无聊的。谁说的？小薇每天都会和我说安正的事情，我得教她，怎么会无聊呢？况且你们是去工作的，我又何必分心让你们照顾呢？如果真的要去散心，我宁愿等我们结婚以后度蜜月再去。我可不想飞过半个地球之后，还要坐在饭店里枯坐着。叶玲，你就安心带于飞去吧，我知道你顾忌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我妈知道的。谢谢。小张哥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平时都不怎么穿裙子的，但是去瑞士的话，我总得穿的正式一点吧。你先让我看一下，你转一下，再转回来。我就把家里的衣服就这样搭一下。别笑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可是我再仔细看一看。可是于飞，我真的觉得好像搭得很奇怪啊。哪里奇怪了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有那么不合适吗？可是我真的觉得不合适。你上次去参加酒会的那件洋装呢？沾了一点污渍，怎么洗也洗不干净。想办法，总之不能穿这样。有这么糟吗？特助说的是啊。小心！哎。于强，于强，你嚷什么嚷？没看我在忙吗？哎，你看看，我这身打扮是不是很像一个人呢？你出来没吃药吧？今天啊，那不像人还能像鬼啊！哎呀，你猜猜看嘛！当初我会来这里上班，也是因为你叫我观察特助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，然后投其所好的。我可是花了很大的功夫模仿的。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，你这身打扮啊，实在太普通不过了，放在人堆里都找不着你。所以呢，你让我猜100遍，我也猜不出来你在模仿谁。太好了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那个人每天在你身边晃来晃去的，可是你却感觉不到他的存在。卫生棉垫都没有那么厉害，这种境界啊，真是太难学了。哎，你这个比喻也太重口味了，真恶心。你刚才说每天在我身边晃来晃去，在我身边晃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说的不就是于飞？对嘛，肯定是于飞嘛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随随便便就改变你的穿衣风格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样会带给我很大的困扰？你在说什么呀？谁带给你困扰了？哎，为了模仿你这一身没有特点的打扮，你知道我花了多大的功夫吗？好不容易才适应了这些会磨破皮肤的廉价衣服，而你就随便就改了，还改那么脏，这我怎么学啊？刘小慧，你不说话，没有人把你当哑巴。哼！喂，我说错了吗？你说啊，我说错了吗？他穿得很脏啊！哎，我来了，我在，人在啊，好。喂！哎呀！你就尽情笑吧。你说，
他让我认真工作，我没有问题；他让我把我不懂的英文单词通通都背下来，我也没有问题。可是他非得让我整出什么像样的衣服来，那真的是把我难倒了。我是既不懂吧，也没有。于飞，贺凡他不是为难你，你想想，你们去瑞士是为了谈精品代理权的，你得让人家觉得你们有能力去经营和营销他们的东西啊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找你来帮忙的。刚才你给我打完电话，我就已经让张妈帮你准备好了，应该就在梳妆台上了。谢谢你啊，叶琳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哪有？真的好漂亮啊！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洗干净再还给你的。不用，这些衣服啊，都是以前我上班时候穿的，现在也用不到了，你都拿去吧。不行，我怕伯母误会。你放心吧，我妈今天和朋友打牌去了，很晚才回来的。哦，对了，我叫雨阳过来接你吧。不要，千万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两个吵架了，就是因为小小的事情发生了一点口角，我不想麻烦他。他多逗啊！说好打8圈的，真是的，以后不跟他玩了。我先挂了啊。伯母好。你怎么每次来我家都大包小包的呀？这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啊？因为我要出差，是叶琳借我的衣服。衣服啊，我看看。借这么多衣服，而且件件都是名牌货，你不觉得自己太贪心了吗？钱要问小玲借。你的工作，你男朋友的工作要小玲找，现在你连衣服都不放过了，衣食住行都让我们家包了，你干脆把你们家里带来，让我们家养算了。伯母，你别误会，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。没有那个意思，没有那个意思，你就不会这么干，整天只知道从小玲身上挖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你天生没有当大小姐的命，跟我们家小玲没法比。你这么干只会让人瞧不起。张妈，张妈，太太，什么事儿啊？把这些拿走。这什么这？我不这么做，他这种人只会贪得无厌。是。怎么还不走啊？对不起，伯母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件事儿别让小玲知道，省得她整天为了这个丫头跟我不高兴。是。我不哭，我是于飞，非常坚强的飞。小佩，小佩，你别不理我。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结婚了，要是这个时候取消婚约，那我的脸往哪儿搁？
小佩，小佩。周总一事，你怎么看见我就想要逃呢？你做亏心事了？我惹不起你，周总可以吧？当然不行。哎呀，肩膀上怎么会有灰尘呢？你现在是总医师，好歹注意一下吧。是说，我们大家同事这么多年，我也不忍心看你辛苦这么久，却落得一场空。毕竟你是拿脸皮用羞耻心换来的。夏雨阳，叫我夏秘书，你还没有资格直呼我的名字。周启瑞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事情不是没有转弯的余地。如果你愿意诚心诚意地跟我道歉，或许我会考虑原谅你。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只是想羞辱我罢了。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不要机会那就辞职，到其他医院从住院医师干起。但千万记住，不要再欺善怕恶，因为那是会有报应的。夏秘书好，叶小姐在办公室等您。啊，谢谢啊。叶琳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刚刚狠狠地修理了周启瑞一顿。我听说你和于飞吵架了。是于飞跟你说的。我和于飞是最好的朋友，说说感情的事情是难免的。不过不管我怎么问，他都不肯告诉我原因。宇阳，你应该很明白，我是个善恶分明的人。对我喜欢的人，我会百般维护；对我讨厌的人，我也会毫不留情面的。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于飞对你的付出，不要这样的伤心难过了。其实这几天他都不接我的电话，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你是个聪明人，我相信你会找到办法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好，这边请。这边请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于飞，怎么是你呀？我还以为是叶琳约我出来吃饭呢。要知道是你的话，我就不来了。你先别这样。干嘛？别拦住我！先听我说。我不听。是我拜托叶琳，请她约你吃饭的。你就别气了，都这么多天了，你还生气吗？现在那么多人在看。你就先坐下来，坐下来之后，你要怎么骂我都可以。我就是不明白了，到昨天晚上为止，你都一个电话也没有，今天怎么了？态度180度大转弯了，还约我出来吃饭。是叶琳她骂醒了我，她说我不该那样对你。我想一想，她说的真的很有道理。我又看到了你之前辛辛苦苦替我织的毛衣，我真的感到很惭愧，所以就赶紧求求你原谅我。如果叶琳不骂你的话，那你是不是就准备一直不跟我联系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又不是那样的人。
最近我的工作压力很大，压得我都快喘不过气了，所以不小心才对你发脾气。但是一想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经历过这么多风风雨雨，如果我没把你当成最亲近、最重要的家人，我会那样吗？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被你凶，是我的荣幸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雨飞，雨飞，你看着我，雨飞。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保证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对你那样了。嗯？真的？真的。你就笑一个嘛。哭哭脸，笑笑脸，哭哭脸，笑笑脸。行了行了，又来这招，你赢了总可以吧？你笑了。雨飞，我真心的向你道歉。这么多年，你第一次送我花哎。但是下一次不可以这么浪费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不生气什么都好。来，我敬你，敬你永远的笑脸。张先生，长吗？有事吗？我们借也不说话。现在那些衣服都被太太收到屋里去了，我也没有法子交给于飞，所以只能告诉您一声，看您能不能帮帮他。张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处理的。但这件事千万别让叶冷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也是担心，万一让叶小姐发现了，他们母女俩肯定又要吵起来了。张先生，你就帮帮于飞吧。这一次我家太太可真是把他给骂惨了。洗了那么多遍，还是没有洗干净。就算行的话，我总不能去瑞士天天穿着一件衣服吧？刚刚应该鼓起勇气问宇阳借钱去买的。算了算了，还是跟小谢哥说不去了。特助。特助，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情啊？上车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问那么多，去了就知道了。可是我穿成这样，你看我的头发这样。上车 ，now。张先生好。喂，你早说要带我来这种地方，你得让我换一件衣服，头发弄一下嘛。把适合这小姐的衣服都拿过来。好的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
是不是啊？这里衣服很贵的，我可负担不起的。我有说过让你负担吗？你代表公司出国，也算是公司的门面，这个费用你当由公司来支出。可是，再说了，我也不放心你带自己的衣服去。你的那件洋装已经充分的展现出你惊人的品味，把我吓坏了。你这个人说话就这么要大声吗？那么不给人面子啊！你知不知道，那叫勤俭质朴，现在人很少有的品质，那很珍贵的。哼！做精品店，要是强调勤俭质朴，那你就准备关门大吉吧。赵先生，谢谢。试衣间在这边，请。保持淑女形象，别龇牙咧嘴。这样可以吗？除了气质还没到位之外，其他都还可以。喂，睡下一套。帮我准备几双鞋子，省得到时候真的穿夹脚拖鞋去。好的。出国当天，还有每一天应该穿的衣服、鞋子都帮你搭配好了，就按着顺序穿，不准随意改动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比我妈还严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上司，我很幸运，也很幸福。该给你幸福的是夏雨阳，别乱做比喻。我向来词不达意，语句不通，你也是知道的嘛啊。特助，其实我觉得你这个人还是蛮好的，虽然表面上总是装得很酷，一副很难接近的样子，而且说着很刺人的话，但是我知道你是不想让我觉得你总是在帮我。都已经好几次了，虽然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谢谢你，但是如果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一定要说出来。我非常坚强的飞一定会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绝对不会后悔的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呀？那我们拉钩，拉钩。应该没那机会了。没这机会是什么意思啊？时间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等一下，特助，为什么我觉得你有一种熟悉感呢？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面呀？没有。可我怎么觉得好像有呢？而且像是很久很久的那种样子，好奇怪哦。早点休息吧。不管怎样，特助，真的很谢谢你，你是我的太阳，你是我的月亮。反正就是很谢谢你啦。
我跟你说真的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照顾叶琳。你有没有听到我在说什么啊？有，我一直在听。你说张鹤帆人好，要好好照顾叶琳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走了，1个礼拜之后再见。嗯。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我回来啊。好，你也是。好了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一路平安。拜拜。拜拜。现在于飞和张鹤帆出国，说不定这是我的机会。特助早。早。小张哥呢？他还没有到啊？应该快到了吧？到哪儿了？学长，我上吐下泻的，还发烧到39度，怎么办？那你在家休息吧，不用来了。不行不行，学长，你等等我，我尽快赶到。你这样航空公司不会让你登机的，就这样吧。小张哥他怎么了？他重感冒来不了了。来不了了，那岂不是特助只有我跟你2个人？你也回去休息吧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可是，特助，还是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。不行，你一个人处理不过来那么多事情的。如果现在让办公室的其他同事陪你去的话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再说了，我为了这一天也做了很多的功课，也努力了很久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走吧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死小张！特助，快点儿，来不及了！所以现在叫我和于飞2人去瑞士，跟你说一声。于飞的现在应该很紧张吧？如坐针毡的模样。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说说。叶琳。什么事情啊，叶琳？于飞，你别紧张，我已经跟贺帆说了，出门在外不要对你太严厉。你千万别跟他这么说，你越说他会越故意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一定是中了邪了，一股热气冲上脑门，我觉得我自己可以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冷静下来，我想想，只有我跟特助2个人，那种感觉就像是毕业旅行的时候被安排跟老师坐在一起，真是既痛苦又快乐。哎呦，于飞，你就放心跟贺帆去吧，我会提醒他的，不要从头到尾的工作，有空的时候啊，就带你去瑞士逛一逛，那里很漂亮的。我知道，谢谢你啊。对了，于飞，帮我照顾贺帆，他忙起来的时候就会忘记吃饭，记得提醒他。嗯，我会的，你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那先这样，拜拜。哎，这怎么又犯病了？来来来来！果儿姐，咱老这样不行了，
我还是联系宇阳吧，好吧？咱去医院好好做个彻底检查，好不好？不用了。什么不用了？你太固执了。宇阳要是知道了，小飞就会知道。我不想因为我的身体影响到小飞的工作。